俄军攻势受挫，20万俄军全部进入乌克兰。法国人透露了普京的想法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近日，俄乌两军一边在继续交战，一边呢，双方的代表在不断的进行会谈。外界呢都可以看出来，俄罗斯军队的推进并不像人们过去估计的那样迅速，甚至有人得出普京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的结论。毕竟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，在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。现在俄乌两国进入到了边谈边打的相持阶段，这对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来讲是非常不利的。普京会在乌克兰相关问题上让步吗？法国总统马克龙给出了一个答案。法国总统府近日表示，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，莫斯科打算达成在乌克兰的目标，无论是透过外交或军事手段都行。普京声称，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中立等目标上志在必得。俄罗斯还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国，以及承认乌东的2个分离区为独立国家。法国人表示，乌克兰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要求。与此同时，一名美国高层国防官员指出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所集结的 17.5 万名以上的兵力，如今已大部分都开进了乌克兰境内。不愿具名的这位官员说，这是我们目前的最大估计。另据战区专栏报道，为了解决在乌克兰作战后勤线不断被袭击的问题，俄罗斯甚至出动了装甲列车。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列车中有多少列是用于后勤支援补给的。这些装甲列车最初是在苏联时代投入使用的。俄罗斯军方过去曾经进行过相应的演习，其中就包括使用这些装甲列车来支持某个战区的后勤活动。看出点门道没有？俄罗斯军队前期进攻受阻之后呢，并没有放弃其攻势，而是正在不断的在乌克兰战线上投入筹码。俄军如何解决所面临的困难呢？第一，不断征兵，在人数上对乌克兰军队形成优势。第二，稳定战线，建立相对可靠的后勤保障方式，为接下来的城市攻坚战或者是城市包围战做好准备。第三，找到避免平民大量伤亡和打击乌军之间的有效办法。第四，俄罗斯需要适应如何打一场几乎单向透明的战争，也就是说，在丧失了制信息权的情况下，依然要在战场上获胜。总之，俄罗斯现在仍然有绝对的实力来完成普京的目标，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，也有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员伤亡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这个恐怕是俄罗斯军队目前要做的一件事儿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